35岁以上的通通滚蛋！不要靠近厂了。他写的是44岁以下呀。啊，那写是那么写的，你去了他都把你挑出来的，没用的。没用的，这边是通不过嘛？通不过的。80号的工厂不要了，欢迎加热行业，加热行业永远不淘汰。这里是深圳，这里也是深圳，这里还是深圳。这是中国最年轻，也是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城市。1973年3月建市，1980年8月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试点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经过40多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人口仅有31万GDP 1.9亿，到最新的统计数据，已经发展成为了常住人口1766万，GDP 3.4万亿的超级都市。有那些有着浓厚排外情绪的城市不同，深圳是一座崭新的现代都市，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开放与包容，吸引着全国最多的流动人口，创造出了中国现代都市经济建设的一个奇迹。关于深圳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让它成为国内外都市发展研究和借鉴的对象，也势必会有专家学者为其著书立说，流传后世。抛开那些经济成就与宏大叙事，深圳的发展奇迹背后，是无数个奋斗在灯火通明的办公楼里，一条条高速运转的流水线上，一个个暗无天日的城中村与工厂宿舍的打工人。高额的房价成了这些人终其一生也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终将在挥洒完自己的青春之后，没落地离开这座城市。前些年我听说某些互联网公司会逼退一些年龄大的程序员，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在深圳，就算是某些低端的制造业、打螺丝的岗位，也不会招收那些年龄大的员工。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比你年轻。那些在这座城市留不下来又无法离开的人，成为了这座城市繁荣背后最失落的一群人。深圳挣钱，深圳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面对这个冰冷的现实，有些人还在为此努力挣扎，而有些人则选择了躺平摆烂，过起了打1天工玩3天的躺平生活。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曾经在互联网上大名鼎鼎的躺平圣地——深圳的三河人才市场。因为来这儿躺平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个地方都躺不下了，连躺平界都卷起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已经被改成了奋斗者广场。那么曾经那些干1天休3天的三河大神，现在都去哪儿了呢？在一座崇尚奋斗的年轻都市，这么一个与其精神文明建设严重不符的现象，显然是不被允许的。人们猜得了物理意义上的山河，却猜不了那颗想躺平的心。没了山河，人们就找不到地方躺平了吗？生命它总能找到新的出路。专业理发10块。多少钱哈？5块钱。5块。好像我不给钱一样。这里是深圳龙华汽车站，又被称为新的三河大神聚集地。白天这里聚集了大量来找工作的年轻人，有些职业中介为了给工厂招工，又是拉又是赚，有些还许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福利。总之，他们就是想方设法先把人忽悠到工厂再说。介绍一个优质同学。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可以走的。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我自己看啊。你不要拉我。你不要拉我，我自己看，好吧？哎呀，我不要。虽然职业中介的招聘套路很多，但只要你肯进工厂，肯卖力气，在这里找到一份吃饱穿暖的工作，看起来并非什么难事儿。而且深圳还为初到这座城市的打工人开设了官方主导的周市招聘专场，但这片区域每天还是有很多无所事事的人在附近游荡。他们有表演的时候去看表演，有热闹就去凑热闹，唯独不会去看工作。他们就是现在的三河大神，全都围过去了，这看热闹的。跑了，抓住他！地方，去派出所，挂平房里面。那里把那个关起来。好了，再到挂平房。赖上了，哎。
对，他不是袭击啊，去年这里不知道多少个了吗？被他整死了。被怎么了？这个赖上的男的了？那背包那个你看。啊，在这里，一份吃得饱的盒饭依旧只卖5块钱。这里有网吧，有公厕，市场里面还有免费充电和看电影的地方。没钱呢，撑不下去的老哥们就到市场里面找个零工干日结。实在不想干活，也可以卖装备、卖手机、卖身份证、卖微信号，甚至是抖音、快手号都可以交易。到了傍晚，这里就是山河老哥们的交易市场，有人甚至写出了“万物皆可交易”的口号。这里是卖挂逼饭的啊，5块钱一份挂逼饭，吃饱为止，随便吃。5块钱的衣服、鞋子啊，5块钱，通通5块，全场只要5块。旧的行李箱。现在的龙华汽车站和以前的山河市场唯一不同的是，到了晚上，老哥们会直接睡在车站的屋檐下。以前的山河老哥还会去住个10块钱的挂逼房，而现在因为物价上涨，连床位房也涨到了20块钱。尽管有些住宿门口依旧写着10元、15元的低价住宿，但有经验的老哥告诉我们，等你进去问他们的时候，就会告诉你那个低价床位没有了，住满了。这都是商家们的一种低价揽客手段。要找住宿嘛，2倍。所以很多山河老哥们干脆20块钱的床位房都不去住，直接就躺到了车站和附近的商铺屋檐下。每当夜幕降临，车站和附近的商铺关门歇业后，老哥们就会拿出他们的打野装备，往地上一铺，这就是他们晚上的住处。于是，一边是象征着都市繁华的高楼大厦，一边是象征着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汉，一边是顺利融入这座城市的阿姨们跳着欢快的广场舞，一边是失落的山河老哥们躺在自己的被窝里玩着手机。他们就这样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1线城市魔幻的相遇了。
除了龙华车站的屋檐下躺了很多山河老哥外，在调解公园附近的商铺底下也同样躺了很多人。这种现象已经不是出现1天2天了，深圳当地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来帮助这些老哥。听说每天晚上这里还有免费的公益住宿，提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但是这种免费是救急不救穷，目的是帮助那些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临时过渡一下。而这里的有些山河老哥则是长期混居于这一带。听去过的老哥们说，那种住宿你去住个1、2次还是可以的，长期去住的话，他们就会通知你户籍所在地。于是很多老哥即使有免费的住宿也不去住，宁愿自己睡在大街上。到了白天，这些山河老哥们会将自己的装备收拾堆放到龙华车站楼梯下面的行李架上。在这里，你可以怀疑山河老哥们吃不吃得上今天的晚饭，但你不用怀疑会不会有人偷你的打野装备。就像我们视频开头所说，深圳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只会有后人为其著书立说，而这些流浪街头人的故事，却鲜有人去关注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又是如何沦落为现在这个模样。下期视频我们将走进2个山河老哥的生活，去了解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